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点多，我就讲两个，一个习近平在想什么，第二个定州大风刮断了中国高铁啊。那么前面这个话题呢，主要是针对《求是》杂志啊，上个星期六刊登习近平的讲话。那么后面这个呢，后面有几个有关联的新闻，我先把这个比较小一点的新闻我先讲，然后我再来讲这个习近平在想什么啊。先说大风刮断了中国高铁，河北定州刮大风啊，这个大风一刮呢，农村呢就用这个地膜覆盖这个植物，现在是春耕的季节，那么地膜被这个大风一吹，就飞到天上去，最后飞到哪里去呢？飞到高铁的这个叫接触网啊，高铁的接触网，铁路接触网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输电网。这一飞上去之后，造成短路啊，短路就高铁的运行就故障。那么一个星期之内，河北的高铁在河北境内，北京出其他地方，主要是京沪跟京广。那么京沪高铁跟京广高铁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了4起，因为北京在这个河北刮大风啊。那么4月27号，京广高铁在石家庄正定机场和石家庄区间发生故障，就是这个故障叫大风把这个高铁给吹断了，导致这个列车晚点。4月27号一次，4月28号京沪高铁在河北段发生28、29一天2次啊，也是导致这个车辆晚点。5月1号事儿大了，5月1号这个北京人要出城旅行啊，那么京广线定州境内发生故障。那么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啊发布警情通报，说在这个铁路附近查获了使用地膜覆盖植物的使用者赵某某，男，57岁。你说他招谁惹谁？一场大风啊，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把这老头给抓了啊。那么5月1号的第一天，就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啊，受这个故障的影响，北京到武汉、西安、长沙、银川30多趟高铁晚点，然后另外有16辆高铁停运。那么大批乘客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就在现场等了几个小时，一直到5月1号的晚上9点，北京西客站的微博才发通告说有这个晚点和这个取消的情况。这个滞留在北京西客站的旅客一直到深夜，一直持续到深夜。你说这个是什么混账啊？这个什么混蛋这个火车站？那么到了5月2号的上午，北京西客站的运营秩序才恢复正常，延误的列车逐步恢复运行。那么5月2号的下午，北京西客站通过官方这个微博致歉，他还没有很多的，他打官腔，那个致歉还在打官腔。这就是中国的公共服务。北京西客站臭名远扬啊！北京西客站从开始建的那一天开始就臭名远扬啊。那么到现在运行也是一塌糊涂。那么这就是它的公共服务。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中国的这个公共服务体系非常的脆弱啊，非常的脆弱。你看一场大风就搞成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然后这个现在网络的这个讽刺都很温和。他说很多人的五一假期结束在北京西客站啊，这多么温和的这个网络用语啊！这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载火箭，4月29号，这个20吨的这个运载火箭叫长征5B，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天河这个这个核心舱运送了太空，去建立它的这个空间站。中国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空间站啊。那么4月22号，这个22吨，这个天河这个空间站有22吨，然后把它送上去啊，叫运载火箭长征5B，它本身有20吨啊。那么20吨送上去之后呢，这个运载火箭就开始失控。这个运载火箭你想有20多吨，20多吨它送完以后，它就开始失控的，开始往这个地面这个坠落，将会在几天之内坠落在地球表面。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人知道它会落在哪里啊。那么它这个火箭的设计就是这样，它控制不了这个中间这段。哈佛大学史密森尼中心的这个天体物理学家麦克道尔说，这种火箭的主体部分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也没有预定的这个坠落的轨道，所以他说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最坏的情况是它可能像一架小飞机一样坠落，将遍洒数百公里它的碎片啊，那么会造成损害，会有风险。然后天体物理学家琼斯说，长征5B 运载火箭阻断目前以每90分钟绕地球一圈，非常快啊，无法确定它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进入大气层，也不能够确定它会不会燃烧完毕，或者是如果它没有燃烧完毕，如果它坠落的地点不是海洋或者无人区域的话，可能会对人造成危害，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达尔文港啊，那么中国的企业叫蓝桥集团租赁达尔文港，租赁了95年，是2015年签订的合同。那么现在中澳关系变成这个样子啊，然后澳洲政府已经启动审查这个蓝桥集团租赁达尔文港的这个协议啊。那么达尔文港它附近就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啊。那么这个基地呢，现在就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租约对这个基地有影响啊。那么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澳洲的国防部长达顿说，审查结束之后，那么澳洲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选项啊。那么这个蓝桥集团的老板叫叶成啊，叶成是个亿万富翁啊。澳洲的媒体说他跟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这都是说法啊。那么上个月，澳洲取消了这个维多利亚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的协议啊。中澳关系现在是处于一个中澳关系其实已经变成了中美的冷战的一部分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达尔文港的租约应该会有问题了啊。好，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什么呢？讲那个习近平在想什么。过去10年，求是杂志差不多每一期的头条都是习近平的讲话，或者是习近平的报道。那么求是杂志是中共的一个理论刊物，是个双周刊啊。那么上个星期六刊登的一期就是习近平1月11号在省部级这个官员的专题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开班仪式上的讲话。那么这个研讨班的主题是贯彻落实19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习近平的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全面的阐述他所谓的新发展理念这个理论和实践，题目叫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个题目应该是《求是》杂志给他取的标题那么他讲话是没有标题的那么这里面呢，我看了一下，我把这个讲话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个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习近平对现在中国国内、中国在全球的定位，中国他自己他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的思路和基本的构想，也反映了他现在的这个心态所以我觉得很重要，要需要跟大家报告。那么第一个这一个呢，我做过一个专题，关于习近平的讲话的对全球局势的看法，他是这么说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大变局就从这开始的了大变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这段话我们之前看到过我们有新闻报道过，所以我们这段话我们拿出来做过一个分析。分析什么？就是专题时与势在习近平一边嘛，我们当时的专题是这样大家可以去翻查一下这个专题我们专门针对这段话做过一个专题，我就不在这里讲，大家如果想深入的看，找回那个专题就可以应该也是这个月中这个月初做的一个专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机遇和挑战，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那么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锲而不舍地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既定目标是什么？红旗插遍全球好，关于苏联的教训，他这么说，他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这是他的评价那么好像中共也是这样中共现在中共也是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难道不是吗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就从特共开始讲，就很明显好，关于当前的危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你看这是一月份的讲话1月11号的讲话1月11号的讲话发生在拜登总统就任之前前2个星期前2个星期你想想发生了什么1月6号发生了什么？美国国会的冲击案，所以他上来就说，世界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个乱字你可以看到这些事件对习近平的判断是有影响然后安全问题，他是这么说，他说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不知道什么鬼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特别要增强威慑的实力。他还说，
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啊。然后他在这说，他说什么呢？宏观经济方面要防止大起大落，资本市场要防止外资大进大出。哎，听见没有？外资大进大出都不行啊。然后这个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上要确保供给安全，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然后讲中国崛起，他一段这个话，关于中国崛起，他说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他其实讲到了什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所以他会遇到其他国家不曾遇到的压力和挑战。他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1936年的一段话，他这段话这么说，他说无论毛泽东说的啊，他引用的毛泽东说的一段话，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的地位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讲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个话很有意义啊！你可以看毛泽东对习近平影响是很大的。你看，习近平在现在，其实中国现在的对外局势是非常被动，因为他面对的对手越来越多，基本上他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啊。那么他的对外形势是很被动的，但是你可以看，习近平他在所有的战略方向都是往前推的，他没有收缩。像这个，他想的是什么？想的是采取主动啊。他说我们只有习近平说，这是习近平的话，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练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掐死我们啊！这是他的。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话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为什么所谓的外交战狼外交讲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挑衅，中国不断的在对外挑衅，这就是你看从这个话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意图是什么？其实他的意图，这个挑衅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要企图获得主动权。他在所有的战略方向都获得主动权，但事实上他能做到吗？其实不能做到。为什么？他现在在各个方向，你比如说对待日本，在钓鱼岛方向，他不断的在向日本施加压力。印度那边是停下来了，印度那边香港这头的不断的往前推他是在不断的往前推的啊。那么港版国安法之后，现在是一系列的具体的落实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掌控，然后是台湾方向它不断的向台湾施加压力，然后第一岛链又不断的派，现在的情况是，山东号和辽宁号双航母去南海演习，这是他要做的动作。这个辽宁号刚刚在这个东海地区被美国的军舰这个打了一场卡，纷纷打卡，现在还继续在南海做这个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话对习近平的影响是很大。然后关于说内循环他内循环说了一段非常长的话他说关于去年4月我就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然后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啊，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然后呢，他说我们要防范一些认识误区啊，他说他就其实他的自己讲话是有个过程，他就把这个过程变成别人的误区啊。他说，一是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啊，主张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收缩，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啊，这个他认为的是旧思路啊。然后其他总共有8个误区，啊。其中第5个误区他这么说，他说一讲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什么都自己干，搞重复建设，专盯高大上项目，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结果成了烂尾项目。这个讲的是什么？芯片啊。他说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范和纠正啊。然后呢，他的讲话里面有一段大概有上千字的一段话啊，这段话非常长啊。那么他讲的什么呢？他罗列了从2012年到2020年8年来他的23段讲话。这23段讲话呢，其实就是提出了指示，提出了要求啊，诠释他在这个发展理念和策略调整上面的一些看法。我举几个例子啊，这全是原文，我摘出来。2012年12月15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强调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啊。然后2013年12月10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提出新常态。2015年10月29号，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上，我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20年4月10号，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我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段话其实这段文字有点怪异，怪异在哪里？每一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我啊，每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我。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很怪异，为什么？因为在中共的这个语境当中，很少直接说我，通常讲我们啊，我们用的就算是我说的，都会说成是我们啊，这是中共的一个表达方式啊，表达方式。那在这篇文章当中，通篇都是我，都是在讲我，这很少见啊，非常少见。这里面有这件事情不是这篇文章开始，之前有一段讲话，也是用我啊，哪段讲话？之前是2020年4月啊，第4期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一个什么呢？刊登了一个习近平在2020年2月3号，在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这段讲话呢是2月3号的讲话，然后《求是》杂志在2月15号第4期2月15号那一期刊登出来。然后这段讲话里面呢，就是非常习近平第一次用我来讲，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是先发生在哪里？先发生在他跟谭德赛见面。习近平在跟谭德赛见面的时候，第一次讲什么呢？讲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然后在2月3号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又讲了讲什么？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是习近平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然后那么1月11号1月11号的讲话，他也是大段的用我怎么我怎么的，为什么这为什么？先说疫情期间，这个2月15号《求是》杂志刊登的习近平这篇讲话，其实是篇什么讲话？他在政治局上政治局常委会上，为自己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辩护。这段讲话是这个，所以他最后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然后在所有的这个报道当中，这两个话变成了标配，就是洗脑，强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习近平开脱他在疫情的反应迟钝、迟缓造成的决策失误。那么一直到2020年的1月22号，习近平才决定要进行全国性的动员，在此之前都没有进行全国性的动员。这我们之前的节目都有批评就是说中共的最高决策当局，当然就是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然后习近平从那句话，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新闻报道跟习近平有关，都加上这2句话，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其实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开脱，但也顺便把大家脑子给洗一遍。这是当时的语境，我就跑出来。那么这篇讲话，在这个中央党校的这篇讲话反映了几点。第一点，习近平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就是他还是认为时与势在他那边对形势的判断，认为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他忽略了2点，在这件事情上他忽略了2点。第一点，中国的经济荣景不再，这是第一点。这其实是中共的底气，就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你想想就是中国习近平身边竟是林毅夫这样的拍马屁的人，天天在跟他讲战略机遇期，所以他们还是认为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就是说增长已经没那么高，但是仍然处于增长的阶段。那么其实这个形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中国的高增长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将会维持在3%左右，和其他的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差不多。因为这里面面临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饱和，中国已经没有办法用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这2个阶段就是我们讲经济周期和人口的因素，当然还有中国跟外部的关系也有影响很大，所以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出现5%以上的增长，已经实现不了。所以第一个就是经济这个底气已经没有了。第二个中国这个大势上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彻底的翻脸，整个西方国家彻底的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威胁，
双方的关系已经掰的不能再掰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两大形势，这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时与势不在习近平这一边啊，中国会走下坡路，这是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其实是想通过这个讲话，为什么这个《求是》杂志要把1月份的这讲话拿出来再刊登一遍？其实习近平想通过这个讲话来充实、确认他的所谓的新发展理念，就是把这个新发展理念，他为什么不厌其烦的把他的23段关于这个经济啊、社会啊、发展啊等等的讲话罗列一遍，他整个的读了一遍，说明什么？这是他的理论基础、理论实践和理论基础。他要建立什么？他要建立他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他才能建立他的政治地位。大家知道，作为中共的领袖，你要有什么？要有理论，要有实践，你才能建立你的领导力。这个讲话就是要建立他的理论基础，所以他罗列这么多东西出来。那么这是第二点啊，所以这个讲话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基本上是，他为什么全篇都在讲我？讲的是什么？强调是什么？强调其实是我的地位，着眼点就是他自己的政治地位啊。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里面还有个什么东西啊？求是杂志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新华社的稿子没有这些我，没有这些我，只有求是杂志的原文里面有我。所以实际上呢，这件事情，而求是杂志是一个中共的理论刊物，基本上你不能说它是内部刊物，但基本上还是在党内，以党内为主，一般人不会去看它啊。所以他的诉求对象是什么？他的诉求对象还是党内，还是向党内的同志喊话，告诉党内，哎，你看你们放心，你看我是有理论的，我是有理论架构的，跟着这理论架构走，我们就能赢，大概是一个这个方向，也是一个给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的这个局势打气鼓劲的这个方向啊，大体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这篇讲话很重要啊，所以我专门的我们今天主题来讲这个，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我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还刊登这篇文章，说明什么？习近平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没有改变，没有因为局势的变化而调整，这是第一点。那么也就是说，他的看法已经不符合现在中国的实际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落脚点就是着眼点，这篇讲话的着眼点是为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文章，还是着眼点明年的20大，他还是在寻求连任啊，他做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寻求连任。包括我们之前讲党史学习教育的运动，着眼点也是20大。虽然讲是为了庆祝这个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活动，但是实际上着眼点是明年的20大啊，反映的是习近平对建国以来中共的这段历史的判断和定论啊，所以所有的着眼点，你看这一系列的比较重要的政治行为，它指向的都是明年的20大，他还是要连任，还是想要连任啊，这是他的意图。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昨天我在讲这个七国集团的时候，我把这个日本给落下了啊。那我现在再澄清一下，七国集团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先是北美的2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然后就是一个日本，7国嘛，现在有3个，剩下的4个欧洲国家，当然是英国，首先是英国，然后是德国、法国，再加个意大利啊，7国集团。我昨天讲昨天的专题的时候，这个我把日本给落下，我说邀请日本应该是邀请韩国啊，好吗？今天更正一下啊，明谢阿绿，谢谢 Frankie 吴奇红，谢谢王老师辛苦，请喝杯咖啡，谢谢。观点，我相信习对党内的局面是有深刻认识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该心中有数，不然就不会如此之深的危机感。但他对民间的疾苦未必了解和认同，因为这不是他的包袱和压力所在，他根本不在乎民间的疾苦呢，那不是他考虑的因素啊。观点，现在看来，习近平是一个德不配位的妄人。习明明是个小学都没毕业的文盲，却觉得自己有千古一帝的雄才大略，自我认知偏差，这应该是那些红二代的通病。我是认同这个看法，我认同。观点，有一种说法是，习现在的取向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 CCP 的大趋势。因为 CCP 内部意识到，再改革、再继续推进资本主义，会把 CCP 自己改没了，所以要往回收，所以才有现在的局面。我不同意。往前推进资本主义，权力还在中共手里啊，这并不矛盾啊。所以，往回收是什么意思？往回收，你就是把改革再改回去了。但把改革改回去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经济没有活力啊，经济增长不起来啊。情绪一路跟着王老师过来，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熟悉掌握了 CCP 的套路，以及 CCP 治下掌权者的套路，包括公司内部领导的套路。从此对 CCP 不抱任何幻想，但对底层人间疾苦更加关注。我变得比以前更加和善，更加具有同理心。面对 CCP 及掌权者，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气愤，因为气愤代表我还抱有幻想。谢谢你的肯定，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而且持续的关心、关注发生在你身边、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情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对外界保持敏感，这是我们生存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情况，每一个中国的官员都为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去年维权的健身房，现在天天免费开放，开了7个月，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有600人。你关了，我们就只能在门口等，形成群体事件。上面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官位，只能压着承包商开着健身房。OK， 观点，一尊真不蠢。从他的视角，他只带着中国倒退就行了，他自己已经盆满钵满，发展经济没啥用了，只要闭关锁国就行。参考朝鲜的孩子高比率营养不良照，很幸福。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口中的勇于斗争是在跟谁说？是在跟谁进行斗争？他看谁不顺眼就跟谁斗争，基本上是这样提问，比尔盖茨和米兰达宣布离婚，20年的模范婚姻结束，想听听王老师的评价。有钱人的婚姻这么难吗？有人说是为了避税，可能吗？
今天我跟我跟我太太聊这个事情啊，避税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比尔盖茨这么有钱，他避税不是他考虑的事情，避税不是，当然更不可能用婚姻来，用婚姻，中国人可以为了买套房去离婚，西方当然美国人，当然甚至比尔盖茨呢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避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嗯，我跟我太太聊，其中有一点啊，我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让有些人不大舒服啊。就是其实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没有办法想象，或者是没有办法，我们甚至连想象都没办法想象，这个有钱人他们面对的诱惑有多少，或者说他们在维持一个婚姻都有多么大的困难啊！我们我们普通人，我们凡人俗人，我们一离婚啊，一考虑离婚，我经常会想啊，房子怎么办？孩子咋整？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人，这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啊，他们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没有这样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对婚姻这件事情考虑的因素就是其他的因素。所以，嗯，我们很难去想象有钱人到底他们得到的自由是什么，他们又受什么约束啊？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和我们的认知又有什么区别？这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大家要知道，像我们和比尔盖茨，我们虽然从物种上都是人类，但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帮他们去思考，那是没有任何一点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评论这些有钱人的行为，因为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好吗？观点：习近平一直在帮自己造神，中国的人民却一直觉得有一个神当领导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真的是智商堪虞。今天如果台湾的蔡英文说疫情的控制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保证被人民骂翻，因为我们都知道总统的职责就是外交跟国防，基于其余的要让专业的人去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形态常态。观点：衣食足才能知荣辱，这句话真的很对。在生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很难谈得上追求心理跟精神上的幸福跟满足。我太太是浙江人，观念跟台湾人很不一样。哪怕我们双薪算上中产偏上，她依然没有安全感，担心父母万一生病可能要倾家荡产，担心小孩上学开销，担心移民办不下护照。这些恐惧也存在于很多大陆朋友身上，除了努力赚钱，就不敢有别的想法。这其实不是跟大陆人的心态有关，这是跟中共有关系。中共的统治术，我们讲左手拿笔，右手拿枪啊，就是一个是洗脑，一个是暴力。但其实是他在整个国家治理方面，他们的帝王术是什么？就用的帝王术是什么？就是让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让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是非常严苛的，这个非常严苛的法律，就基本上只要有法律出来，所有人都在犯法，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你的财产也不安全，你的所有的东西，食品也不安全，你的生存状态也不安全。总之你没有安全感。假如你失业的话，你可能啥都没有了。所以中国人的处于一个什么高度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哈，中国人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质疑啊，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不是冒牌的吧？这是假货吗？你是对我好是有企图吧？等等，所有的一些质疑，其实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这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
来自哪里？来自中共，中共的帝王术，这就是中共的帝王术啊。观点，我好像理解中共的思想内核了，他们是一种寄生思想，除了他们自己，其他都是他们的寄生物，这样就可以理解他们的行为。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一些党刊、求是杂志是哪些人在看？党支部在定啊，中共党员在看啊，机关都在定啊，就是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啊、这个政府部门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都在定啊，都是这些人在看啊。提问，刚刚看到一个观点，中国的高房价主因是城市化，只要还在城市化，房价就很难崩盘。可否请老师评价一下？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经济现象，它是需要足够的条件才能维持。那么维持它这些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不存在了，这个经济现象就会消失啊。那么比如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或者滞胀，或者比如说资产价格高涨等等，每一个经济现象都有若干个条件维持。那么只要比如说你有5个条件，甚至6个条件，你才能维持这个现象。比如说高房价，那么高房价维持它有6个条件，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逆转，那高房价可能就不存在。所以，你刚才看到的一个观点，我就不评价了。那我只说一点，维持高房价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货币水涨船高，你没有那么多水，船的位置一定会降下来。所以水涨船高的第一条，水必须足够多，就是货币政策影响高房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土地制度，房子来源于哪里？房子来源于土地啊，土地是什么？土地就相当于面粉，你做面包的面粉。那么土地制度不改变，那么中国土地供应的这个机制也不会变化，那么土地供应量就不会增加，土地供应量不增加，房价就不会跌。那么土地供应量增加了，房价就会跌，这是供求关系决定。所以第二个影响房价的是什么？是土地制度。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聊，说美国为什么房价不会涨到天上去？中国的土地制度有一个特点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土地只有个供应商，是谁？政府，所有的土地在政府手里，这是第一条。你就算有土地，你也不能随便卖，那你必须我征完地以后拿来卖，所以土地政府垄断，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土地是有边界的，或者行政区划是有边界的，也就是说城市以外就是农村。那么中国城市里的土地，它承载了什么？承载了购买力，承载了公共服务，承载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承载了户籍。所以土地不会外溢，土地价值不会外溢。也就是说，当这个房价涨起来的时候，它会就像一个铁桶一样持续的往上涨，不会溢到旁边的农村土地去。美国的土地不是这样，美国土地第一，政府不垄断，所有的土地都是别人的，所有人的，这是第一个，土地政府没办法垄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公共服务品基本一致就是说你从湾区来看就是南湾也好，东湾也好，他们的公共服务是差不多的，虽然也有名校是唯一的变量，其他的公共服务，你邮局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服务，警察也好，公共服务基本上差不多。所以呢，当这中心房价开始上涨的时候呢，其他的土地就会盖房子卖，所以它房价就会慢慢的去中心化，会溢出。
当你持续的溢出的话，你就会看到原来一个旧金山就变成了一个大湾区，就这么来的。但中国的房价为什么会保到天上去？它是一个铁桶，不断的往上跑，它没办法溢出。这就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的差别。如果土地制度不变，这个溢出效应不发生，它也会影响房价。这是第二个制度影响。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叫货币政策，第二个叫土地制度或者叫土地供应，第三个叫什么？政府的政策。在中国整个的市场当中，政府对某一个市场干预的最激烈、最强烈的是什么？房地产市场。那么这三个因素在影响中国的房价，而不是单一的因素。你说的这个城市化，我们叫城镇化。城镇化过去20-30年是中国房价持续增长的其中一个动力。为什么？不断的让农民跑到城市里面去居住生活，那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人口持续增加，房屋需求就持续在增加，理解吗？所以过去20-30年中国房价一直在涨。你过去20-30年你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闭着眼睛买一套房或者买几套房，那你就做对了。如果你没做这件事情，那你就会错过这个我们叫资产增值的机会，那你就会损失。但是这边有个但是啊，但是通常最重要。但是价格是什么？价格我们叫指挥棒。什么叫指挥棒？就是市场的指挥棒。所有的制造商或者是供应商是跟着指挥棒走。当价格上升啊，供应商就知道我现在需求很大，我要加快生产。当价格下跌这个供应商就知道现在市场需求没那么好，我生产就别那么多。供应商是跟着这个价格走。当价格持续上升，供应商所有的供应商都会做一件事情，叫开足马力，加大生产。这件事情在房地产市场做了多长时间？做了20年。中国所有的开发商过去20年都在开足马力，加大生产。虽然土地供应量有限，没有土地是吧？那没办法，搞什么呢？搞这个小产权房也搞出来。小产权房其实是对土地供应不足的一个反动。所以你可以看，基本上在中国所有的城市，房屋都供大于求，甚至有些城市房屋的供应量比需求量大2到3倍。你可以去看一下，特别在3、4线城市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有2到3套房。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房屋的供应是供大于求的。所以我刚才讲有3个因素在刺激房价往上涨，有一个因素一不小心一扎破，它就爆了。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目前我们见到的风险最大的一个资产市场，所以大家要警惕，要小心啊。观点：强国和强国精英对世界的认知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他们认知还停留在丛林法则的水平。他们认为要斗争，所以全世界都是敌人，面对敌人什么手段都能用。非常正确。还有人在讨论这个叫什么？昨天还有人在跟我讨论凯恩斯主义啊，这也是认知障碍。观点：习近平的造神宣传应该没什么用，因为过去几年 CCP 都是天天夸领导，大家都习以为常，既不会反感也不会兴奋，除非习搞一套与前任不同的方法。但除了电视还能用什么呢？怎么会没用？洗脑一定有用，时间一长就有用了。我认为是有用的啊。中共这一套东西行之有效啊。观点：横风吹翻火车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大风把
铁道桥吹翻了，只能说明铁路设计勘察人才的功底不够，这是最基本的计算。现在大学生全部都转行学计算机，优秀人才都偏向信息产、信息服务业，务虚不务实，不重视实验。那把这个还是具体操作吧，这个专业的我没办法评价，我觉得跟大学生没有关系。不管大家重视什么，大家知道，越偏就算是冷门到极点的专业，都是有人读的，都是有人读的啊。所以重不重视，看什么？看给钱多少啊？你说呢？啊？观点，国内朋友说，可能就70后、80后这一代基本成长的时代，还算相对进步开明的时代。大学时期，互联网开始，大家看到西方很多方面开启思考，出国也开始自由，反而到了中年马上看到自己的孩子，却要接受比自己小时候更封闭的思想。OK，情况，朋友的老婆天天刷抖音，所有的信息来自抖音。从他口里我已经得知，目前已经刷到毛泽东第一，习第二，其他领导人都很差的观念。还有一个就是灌输很快就是武统台湾的观念。OK，提问：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洗脑，造成中国人普遍的认知偏差，这个洗脑的程度和规模前所未有。请问王老师，这种认知偏差有专门的名词吗？要是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帮助中国人有所觉醒，脱离中共的洗脑工程？没有什么专门的认知偏差，就是认知偏，这已经很专门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找这些东西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就一个议题很纵深的扩展的很大，因为我每天要看大量的新闻的内容，所以我在这个领域没有扩展。但是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讲关于中共洗脑的专题，你们可以去我们有一个专栏叫经典啊，经典里面就讲中国的洗脑的问题，中共洗脑的问题，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啊？提问：今天山东公安厅长张胜明被带走调查，说是作风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在今天的《人民公安报》发表了一篇深入学习习近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章，里面暗讽政法委长安网发表的微博，说到习近平要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能片面曲解。内容里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懂说什么。张胜明和回良玉有关系，这事都说没那么简单。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人民公安报会刊发这种文章？这不是一般的内斗？学习班都在讨论。政法委的那个长安网发表的那个微博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基本上把中共过去若干年在海外做的这个大外宣的努力一口气全给宣翻了。那么至于说他们中间有什么关联，我看不到他们中间的关联，因为我不了解情况。那至于说张胜明被抓和回良玉的关系，还有这个政法委长安网的这个微博，还有这篇文章的关系，我没有看到，这我一下子真的反应不过来，我得看看，好吗？最复杂的新闻是什么？最复杂的新闻其实是人事。人事很多情况是你不知道 A 和 B 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是有仇还是有非常的关系非常好，或者是 A 和 B、B 和 C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需要一些调查你才能知道。所以我们所谓的内斗，我们很大情况
是当你看到结果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没有看到结果，你是不知道的。除非你是个知情人，知情人你就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渊源是什么，他跟他的渊源，他跟他的渊源，最后他们俩跟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你才会知道他们中间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内斗、权斗啊，所以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啊。我没有 idea 这件事情。提问：前几天，复旦教授在微博回呛胡雕盘有关民间对于印度疫情恶化的态度来看，目前墙内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是否出现了甲午和谈中日本爱国贼枪击李鸿章那类的事件？第一，胡雕盘不算李鸿章吧？第二，胡雕盘的那段微博，怎么说呢？胡雕盘有点像李中克，想冒充一下李中克，结果被其他的奇葩的人狂咬，这都正常，这都正常。为什么？他们不是一伙的吗？一伙的就不会互咬了。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是不同的领域的人，所以我觉得未必。肯定一点，胡雕盘不是李鸿章，那会有没有人去枪击他呢？他们只是互咬，狗咬狗一嘴毛啊。提问：我公司中国重汽集团山东省属国企，五一假期一天都不放，平时加班也很多，加班少的员工会末位淘汰。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有没有行得通的举报渠道？谢谢。举报渠道，行得通的举报渠道，国企行不通吧？为什么？所有的法律管不到政府跟中共啊，国企属于政府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行不通。加班加这么多啊，有加班费吗？有加班费讲得通，没有加班费不行啊。观点：中国跟澳大利亚打贸易战，澳大利亚第一个月有点措手不及，出口大减，但是后来稳步回升，最后只降低了1%，基本都找到了其他市场。现在跟中国能脱钩的都脱了，本来关系也不好，面子里里子里都不用担心。现在没有束缚的反抗 CCP。OK。提问：刚刚补完早上朝鲜的影片，请问王老师，朝鲜之前和美国谈判失败，现在又跟中国疏离，请问中美角力之中，朝鲜的角色是什么？朝鲜的角色是什么？朝鲜是中国的一张牌，中共用朝鲜这张牌来制衡美国。那么川普就想搞定这张牌，呢，就去挑逗这个金正恩，跟金正恩见了两面，这两面第三面想谈判，谈什么呢？就是招安朝鲜，朝鲜也想，毕竟美国更有钱嘛，美国对他的诱惑还是很有影响，他愿意，但是呢，他又害怕什么呢？害怕被美国涮一把，所以呢，他还是有点手鼠两端。最后在河内，双方约好了见面谈，真上床。这个朝鲜一想，好，我要上你的船可以，但是呢，你得给我一个好的条件。他老觉得呢，我这个跟中国离婚，嫁给你，你得给一个足够的聘礼才行。谁知道他碰见了川普？川普是世界上最小气的人，川普怎么会答应他？他就狮子大开口，1 2 3 4 5，准备1 2 3 4 5 6 7 8 9 10，
提出10项彩礼。川普一听，靠，你当我冤大头，扭头就走了，把这个金正恩给晾在那儿了。金正恩因为跟川普勾勾搭搭，把习近平给得罪了，习近平就不理他呢，晾到现在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朝鲜的角色是什么？朝鲜本来是想改弦更张，投奔那个川普，川普结果嫌它的价格太贵，不要它，结果金正恩被晾在中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朝鲜是这个角色呢，就是这样，他自己没有，他其实是做了一件他没有本钱的买卖，所以这个买卖就失败，大概就是这样。观点曾经看到一句话，朝鲜是中国的一块擦脚布，很贴切。不公道，因为什么？擦脚布，你想说什么？我们在对待这些国家跟国家之间，我们要保持理性啊，保持一个叫什么？保持一个判断和分析的架构，而不仅仅是为了过瘾啊。提问：台湾的房价也是居高不下，但是政府一直不愿意主动打房。请问王先生，究竟台湾政府到底该不该压制房价？台湾房价该涨啊，政府为什么要压制？它经济很好，房价是什么？房屋是什么？或者房地产是什么？房地产是当地社会财富的集合，就是房地产。所以，当地的财富越多，房价越高；当地财富越少，房价越低。那你现在经济这么好，房价自然应该涨啊，对吧？所以政府不应该打压房价，政府可以调控，在某个程度上不让它涨得太厉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房价会影响民生啊，因为住房是一个民生需求，那房价涨得太高，那影响民生，影响大家住房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房价要在某种程度上要有所控制，防止它急涨。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财富在增加，那房价涨是合理的。观点：美国影响房价的因素之一是税收，国内的税包括在房价内，这样特权阶层可以利用权力囤积很多房子，不用交税。要是按照美国的做法，每年交地方税，房价立刻稳定。但是土共不会这么说。美国就算是交地方税，也在涨啊，对吗？美国房价今年一直在涨。提问 ：USA Today 今天报道，去年12月起，近1000中国姓名的人捐赠约8万多给极右组织 Proud Boys。请问王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看到这个报道，我看到再说，好吗？提问：认识一位因受不公对待而坚持几年上访的人，我几次劝他不要再去了，但始终说服不了他。请问王先生，我应该怎么劝他？我真的怕他被当地政府报复，受到更大的伤害。谢谢老师，请没有点赞的朋友们点赞，谢谢。很简单，上访是什么？上访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毁掉，去伤害对方，去对对方进行报复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对待不公平。上访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你需要时间、精力，要受到各种磨难，所以上访是一个我基本上就认为，当你进行上访这个行为的时候，基本上你把你的人生就放弃了。你已经不会有你的人生了，那你既不会有工作，也不会有你的正常的生活。那你劝他唯一的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人生价值？你把你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在什么位置？
我是不大主张去上访，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你跟一个中共这样的政权去讨论一个公平对待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除非你这个动作是为了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对方的话，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啊，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得那么低，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啊。好，明谢 Helen，谢谢云 C，谢谢 Steel One，谢谢啊，果喷色，谢谢味糖，谢谢 Pharmacy 和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中国推进器要坠落这件事情，说明 CCP 在政事上做的真烂，非常对。这个高铁被刮风刮断，也是很烂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